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读书明道理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孙子兵法。孙子说，打仗这事可不是开玩笑，得准备充分。想象一下，要出动上千辆快速战车，还有上千辆重型辎重车，再加上10万全副武装的士兵，为了让这些人吃上饭，还得从千里之外运粮食来。这一来二去的，国内的开支、招待使节的费用、制作器械的材料、车辆的保养、装备的供应，每天都要花掉上千两金子，这才勉强能支撑起10万大军的行动。要是能打胜仗还好，但若战争拖久了，士兵们就会疲惫，士气低落，攻城也会感到气力衰竭。而且长时间在外打仗，国家的财力也会跟不上。一旦士兵疲惫，士气低落，财力耗尽，其他诸侯国就会趁机来攻打我们，到时候再聪明的人也收拾不了这烂摊子了。所以啊，打仗最好是速战速决，别拖泥带水。在实际作战中，只听说将领缺少高招，难以速胜，却没有见过指挥高明却采用持久战术的。历史上还没有哪场仗是拖得越久对国家越有利的。因此，不了解战争带来的危害，就难以真正懂得战争能带来的好处。一个优秀的军事领导者或决策者，在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之前，必须深入全面地评估战争的利与弊，既要看到可能带来的好处，也要充分认识到可能引发的各种危害和负面后果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做出更加明智、合理的决策，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战争或军事行动的目标，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伤害。真正会打仗的将领，懂得如何让军队高效运作，他们不会反复征兵，也不会多次运粮，而是尽量从国内筹集资源，同时从敌人那里获取补给，这样军队的粮食就充足了。国家之所以因打仗而贫困，就在于后勤粮草补给的长途运输。长途运输就影响百姓生活，使他们陷于贫困。驻军附近会物价上涨，而物价上涨就会导致国家财力枯竭。财力枯竭，国家就得加紧征税和劳役，结果弄得民穷财尽，国家内部空虚，百姓家里10成财富去了7成，国家的战车、战马、盔甲、武器等也损失了大半。所以聪明的将领总是设法从敌人那里获取粮食和物资，从敌人那里得到1中粮食，就相当于从本国运来了20中，得到1石草料，也相当于从本国运来了20石。要想让士兵们奋勇杀敌，就要激发他们的愤怒；要想夺取敌人的物资，就得用财物来激励他们。比如车战，如果哪支队伍先夺得10辆以上的战车，就重赏那些立功的士兵，并让他们使用这些战车的旗帜，混编进自己的队伍里，好好对待这些士兵。这样，每打一次胜仗，军队的实力就会更强大。所以，打仗最重要的是速胜，而不是持久战。了解战争艺术的将领，实际上掌握着人民的命运，是国家安全与否的关键人物。在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，征伐初期，虽然凭借强大的军力取得了一些胜利，但长期的征战导致国库空虚，民不聊生，最终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以换取和平。这就是九泽顿兵错锐，
国用不足的生动写照。三国时期的曹操在官渡之战中，面对兵力远胜于己的袁绍，采取了以少胜多、速战速决的策略。通过精准的判断和果断的决策，曹军烧毁了袁绍的粮草，迫使其军心大乱，同时利用缴获的物资补充自己的军队，最终取得了胜利。这一战例充分展示了就地取材、以战养战的智慧。二战时期，德国的闪电战策略无疑是《孙子兵法》中兵贵神速原则的现代诠释。德国通过快速集结兵力，利用机械化部队的高机动性，在短时间内迅速击溃了波兰、法国等多个国家，展现了高效用兵、速战速决的威力。然而，当德国陷入苏联的持久战泥潭时，其战争机器便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锋芒，最终导致了失败。越南战争中，美国军队在越南陷入了长达10多年的战争泥潭。美国虽然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强大的军事实力，但由于远离本土，物资补给线过长，导致后勤压力巨大。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，但长期的战争消耗和难以就地取材的困境，最终让美国陷入了持久战中。加上美军对战场环境、敌方意志以及民众支持度的低估，未能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，反而陷入了越战越深的困境，最终不得不以撤军告终。阿富汗战争同样如此，在美国及其盟友以反恐为名入侵阿富汗后，尽管初期取得了一些进展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战争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消耗战。阿富汗复杂的地形、恶劣的环境以及当地民众的反抗情绪，让美军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。最终，美国不得不宣布从阿富汗撤军。这一决定也标志着美国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战争努力以失败告终。阿富汗战争的失败，再次证明了《孙子兵法》中关于兵久而国利者，谓之有也的论断，即长期战争对国家来说是没有益处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下期我们来聊谋攻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